Hello， 金牛座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這個影片是要給金牛座的朋友們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哦。那呢，我們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呢，沒有任何時間上面的限制，所以如果你不是在首播的時候看到這一則影片，我會建議你呢，前後推敲1個月的時間，或以當下的月份為主都可以啊。影片下方資訊欄呢有詳細的影片使用說明。那當然呢，我也相信什麼時候看見就是最適合你的時間，所以呢，我覺得也不用拘泥時間點去好好享受當下這些訊息要帶給你的內容就可以了，好不好 ？OK 哈，好，那我們一樣呢，在今天開場的同時，會給12星座這一次的這個叫做開場幸運小貼士哈，作為你生活的一些小參考。OK，首先呢，我覺得很明顯的就是這個叫什麼菇啊？我突然忘記那個什麼菇，金針菇，白白的一條一條金針菇，對吧？哈。好，很怕自己記錯那個名字哈。最近呢，我覺得這個金牛座的朋友們特別喜歡吃金針菇，還有另外一個就是，那個叫什麼？完了，我突然忘了那個叫什麼東西。小白菜，我想起來哈，因為我很久沒有吃小白菜了，所以我完全已經忘記它叫什麼名字了哈。最近呢，這個金牛座的朋友們特別喜歡吃那種小朵的菜哈，也有那種叫娃娃菜也可以，就是說那個菜呢一定要小朵，長得像那種小白菜、娃娃菜的哈，那種都會特別喜歡。然後還會有金針菇，也有可能最近剛好你去吃了壽喜燒，因為我講完這個之後我就聞到一點醬油的味道，所以非常有可能你最近去吃壽喜燒，這個可能會成為你鍋物裡面的選擇之一哈。好，那第二個呢，要給金牛座的朋友們的開場訊息是呢，最近某部分小眾的金牛座的朋友們呢，我覺得你可能有機會吃到咖啡糖呢，哈 ，OK， 就是有一些像我小時候啦，哈，那種咖啡糖是國外才會有，好像是黑色深咖啡色的包裝哈，就最近呢，你可能會特別喜歡吃咖啡糖，或者是有可能你最近咖啡上癮的這個狀況比較嚴重一點點哈，不過還好的是，我感覺大概70%的金牛座的朋友們，你應該都是喝黑咖啡，只有另外少數的那種30-40%的這種金牛座的朋友們，你可能會加一點奶，但是可能不太會加糖哈，那個加糖的比較少數了 ，OK 哈。好，那第三個要給金牛座的朋友們的開場訊息是呢，最近應該金牛座的朋友們有些人會有機會到遊樂園去玩，因為我很明顯看到一個迪士尼的這種遊樂園的這種意象的圖像 ，OK 哈。所以呢，最近非常有可能你會剛好有機會去這些主題遊樂園玩，或者是剛好去一些什麼知名的景點哈。我個人會感覺去這些地方會讓你找回小孩的這種童真哈，所以呢可以去玩一玩，出去外面走走，我覺得一定對身心都有幫助的。OK 好，那以上這個就是你的開場訊息，我們就準備進入到這次你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首先呢，我們這張牌卡呢是你的挑戰牌卡，那這3組能量牌卡分別是過去、現在、未來的能量場，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可能會迎來事件是這張牌卡。OK 好，聖杯國王。OK，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麼訊息，希望透過傳訊者我來告訴金牛座的朋友們，好嗎？那請給我一點時間，讓我去感受你能量場上面的呈現跟細節哦。OK 好，請稍後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e， 非常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收看我的影片。為了提供給大家更多豐富精彩的內容，在今年我成立了思維手術室社群，想要邀請你一起來靈活運用媽媽生給我們的大腦。那在社群裡，我將會帶領大家一起練習思維改寫，並且提升自我認知，讓你在面對生活當中的挑戰有更強大的底氣以及過人的應變能力。只要點擊影片下方的資訊欄，就會看到思維手術室的社群連結以及入群步驟的說明影片。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今天精彩的影片內容吧。我為什麼停下來的原因是因為我剛花比較久的時間在感受你能量場就是金牛座的朋友們，我個人會感覺你們這邊應該有兩個故事所以呢，我等一下可能會跳着講，那請你截取適合你的訊息就可以了哈。那我不會按照牌陣跟牌意解釋，跟新來的朋友們先說明一下 ，OK？ 然後呢，請你們自行靈活運用套用在你們生活的狀況當中 ，OK 哈，不管是什麼樣的人事物都可以哈。好，首先呢，我們先來看過去的能量場是一個宝劍1、錢幣1，還有一個錢幣5。我為什麼會說好像有分2派的金牛座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覺得某部分的金牛座的朋友們，你可能在過去的能量場當中，可能跟某個交手的相關狀況人事物呢，你覺得這是一個不平衡的狀態，或不公平的狀態，或不對等的狀態，都可以哈。你看你要怎麼填空。所以呢，你曾經有想要壯士斷腕，對不起大舌頭，壯士斷腕 ，OK 哈，就是說呢，你看到這是2隻手都在這裡。OK 哈，一個人呢，他是要用這個劍，好像是要在自己手上割一刀；這個人呢，是用一個錢幣，好像就是抓在自己的手上。那這邊呢，是一個錢幣5。OK， 我個人會感覺，為什麼我會說其中有一派的這個金牛座的朋友們，你遇到的這個人或者是這個事物我覺得他比較霸就是他有點霸道。
有點霸道，而且呢，你遇到這個人事物呢，他可能會往你的弱點打或者是從你的這個弱勢那邊去強壓甚至是想要佔你的便宜甚至是知道說你有這個怎麼講，你有這個軟肋他又會特別想要去那邊敲你一把 ，OK 所以我覺得這大概是第一派的這個金牛座的朋友們。所以呢，我覺得某部分的人雖然說你是因為這樣子想要離開，但是後面的能量場我們等一下再來說那另外一派的金牛座的朋友們，我個人是會感覺你其實很像是想要有一個新的開始。OK 那甚至我覺得有些人你們是下定決心的比如說我要有一個新的創業的機會，我要有一段新的關係，或者是我要有一個新的工作等等之類的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呢我覺得你會做這個新的開始的原因的起點，是因為你可能被欺負，你可能被看不起，你可能明知道在這個地方沒什麼發展性，或者是在這個地方呢，你可能會被別人怎麼講叫什麼形容就是說那個人事物可能吃定你但是吃定你不會做什麼太大改變。我覺得跟第一組的人稍微有點疊加到一點能量，但是你們的出發點好像有點不太一樣。OK 然後呢我覺得第一組的能量場比較有點像是我忍無可忍，我要離開第二個是比較有一點像是說呢，我渴望。OK， 我渴望，但是我沒有到像第一組那麼的決絕那第二組的人是有點像是一個渴望，然後呢，第二組的朋友們給我還有另外一種感覺，就是說呢，你之所以渴望但還沒有離開，是因為你有現實方面的考量比如說你不敢裸辭或比如說你跟這個人如果離婚要分家產或者是比如說你如果要有一個新的開始要創業的話，那你可能就要全心全意投入，你可能就沒辦法當別人員工，你可能要把所有的資金都放在這裡。OK 所以呢，我覺得你們第一派的人跟第二派的人有些許微微的區別那麻煩請你們去套用在你自己的狀況當中因為這也是為什麼我想盡量照顧到有來到這些能量場的朋友，所以我會花一點時間解釋，好吧裡面就是有點類似，但裡面的這種出發點跟出現的感受有點不一樣。好，接下來我要告訴你的就是後面你們就會整合起來了因為我覺得你們是這兩派的金牛座朋友們，你們是被不同的點去 trigger 到，就是說這個激發你做這個改變或激發你做這個大動作的變動你們的起點是不同的，但我覺得以這個能量場來講有點像是這兩條線突然這樣合起來了，你們的終點是相同的。OK 所以呢，來到這個現階段能量場，你抽到是寶劍8，抽到是權杖9，抽到是寶劍5。OK 所以呢，在這個現階段能量場當中呢，我個人會感覺某部分的這個金牛座的朋友们，你應該是已經在做一個撤退的準備了。OK 那這個撤退的準備為什麼會說某部分選項就是不是選項1是第一派的這個金牛座的朋友們，你是就算是拔腿要跑的那一種，你懂我意思？就算我現在在這個婚姻裡面，我吃好睡好穿暖吃喝飽你都會想要離開的，因為你不想受困在其中。你會覺得這個在跟你交手這個人事物當中你會發現呢這個跟你講，如果他是人交手這個人，我覺得他沒有那麼善良，我只能這樣講就是他有點心機，或者是他有一點背後做一些事情被你發現了所以你才會覺得說这件事情不能再拖，我一定要離開。那另外一派的金牛座的朋友，我有說你們的目標跟你的目標不同，目標不同，你們起始點不同，但是你們的最終的目標是相同的。我會覺得呢，第二派的這個金牛座的朋友們，你來到現階段能量場是因為你被困住了這個能量場，導致於你會開始意識到一件事情，就是說呢，我不能再被別人欺負了，我不能再被別人利用了，我不能再這樣子自己都不做任何變動，然後受困在這樣的狀況當中。OK 所以呢，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覺得說你們到這邊這個能量場呢，應該是漸漸開始要變成兩線要變成一條線所以你的挑戰牌卡在這邊這張牌卡的意思就是說我想要有一個全新的世界。OK， 那呢，這個是一個獵人拿着一個獵槍，那拿着獵槍的意思就是說我要去瞄準我的獵物，所以我才會說為什麼我剛剛在感覺這個能量場像是你們起點不同，但是是這樣子，就是我們有共同的目標，雖然我們是不同派別的金牛座，所以這個辦法呢，就解決辦法呢，有一點像是說要靠不同派的金牛座的朋友們去思考，你想要創造什麼樣的新世界。OK， 我覺得你對於這個新世界的想法藍圖出來之後呢，我覺得你的動能就會在這個比較後面一點點開始出現了。OK， 所以來到未來這個能量場呢，你抽到的是這個愚人牌卡寶劍6，那還有這個聖杯1。OK， 好，那這邊呢，我稍微跟你解釋一下在這邊呢，你有一個這個寶劍5跟寶劍8，其實你中間缺的是寶劍6跟7。來到未來這個能量場這邊是一個寶劍6，寶劍6象徵的意思說，如果你想要通過這個風雨交加的夜晚的話呢，你必須要有勇氣去闖一番。
在闖的時候呢，你注意看，我剛剛有講嘛，你們有些人是很像是逃跑的 ，OK 哈，有一些人是要闖關的 ，OK， 所以你要看你是哪一派的金牛座。什麼叫闖關哈？闖關就有點像說我們兩個要離婚，好，那我們要現在協商，好，我們要分撫養權，我們財產怎麼分啊？誰要住哪裡？哈，這種就有點像是闖關式的哈。那另外一派的金牛座哈，比較有點像是腳底抹油，趕快溜哈。所以呢，你們兩個結果一樣，但是你看到你們兩個表現出來的方式又不太一樣，所以我就覺得為什麼我剛停很久，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就在這。但是呢，我剛剛是不是也有講，你們最終目的是一樣，就是這個聖杯一。第一哈，這張牌卡呢有一個我覺得蠻特別的能量場哈。我覺得你之所以為什麼後面動作會開始出來是像我剛剛講的，第一，你想要開始把自己捧在手心；第二，你想要開始被重視；第三，你希望你的價值被看見；第四，你不想再被辜負了，因為你覺得如果自己再被這樣辜負下去的話，連你自己都不會原諒你自己。所以這張牌卡是一個聖杯一，代表說你開始看到你開始把眼光從外在放到內在來了，你開始感覺到說，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我連自己都會失去。OK 哈，所以呢，在未來這個能量場當中呢，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一連事件是聖杯國王，所以呢，你從聖杯一走到聖杯國王啊，代表的意思是說，我覺得大部分的這個金牛座的朋友們，只要你這邊哈，這個我覺得一個轉折點或關鍵點哈，只要這個開關被打開之後哈，你從聖杯一走到聖杯國王這個狀態哈，我覺得指日可待。意思就是說，你会開始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OK 哈，你不願意再退讓了，或者是你不願意再妥協了，或者是你不願意再被別人這樣踐踏，好吧 ？OK 哈，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用宇宙驗證牌卡哈來驗證我們剛剛所要跟你講的這個能量場，好不好？好，來，等一下我會跟你解釋為什麼你們會有兩派的金牛座的朋友們，這個已經很明顯的出來了哈。好，等我一下哦，好的，他們叫我這樣子放就可以了。好，來，首先呢，在過去的能量場當中，我們看到這個宇宙驗證牌卡呢，這個是錢幣騎士跟一個錢幣女王。OK 哈，來。錢幣騎士跟錢幣女王哈，象徵的呢，也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兩派金牛座。某一派金牛座的朋友們呢，就像我剛剛講的，你想走，你很渴望，但是呢，你可能還在觀望，你可能還不知道說到底要怎麼樣去做這件事情。這個就是錢幣騎士，就是說我不清楚這匹馬要往哪裡走。我覺得哈，這個人是手上拿着一個錢幣看着他哈，就代表說呢，我不知道我現在手上的資源夠不夠我離開，能不能裸辭哈，或者是比如說呢，在我目前現階段的這個狀況，雖然我很渴望做一個改變，但我有能力嗎？我能夠嗎？我可以做到嗎？但錢幣女王呢，象徵就像我剛剛講的哈，就是壯士斷腕的那一掛的哈，就是說老娘拼了哈，不管怎麼樣呢，我也要從這邊逃出去哈，或者是我要從這邊離開，或者我要結束這個什麼什麼東西。OK， 這個錢幣女王象徵的意思就是說，這個壯士斷腕的這一派金牛座的朋友們，你是已經在過去的能量場當中，你就會發現我付出可能不值得。OK 哈，或者是我價值這麼好，他卻沒有看見哈，或者是我老闆根本就不懂得欣賞，他根本就不懂得什麼我叫做千里馬。OK， 所以呢，這兩派的人的心態為什麼會說哈，你們有點類似，但有點不一樣？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感謝宇宙來跟我驗證，你們一個是騎士的身份，一個是女王的身份，所以你們在看這件事情的人事物的時候，你的角度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哈。因為當一個人他覺得我是女王，跟當一個人覺得他自己是隨從的時候，那個看事情的角度就會差很多。我希望我這樣解釋呢，可以讓金牛座的朋友們來做一個了解。但是呢，在這裡，請你注意看哈，這個錢幣五加錢幣一象徵錢幣六，錢幣六加兩個錢幣象徵錢幣八。錢幣八的意思就是說，我到底該在哪裡付出我的努力，才能夠得到對等的回應？這個就是你過去的能量場。所以來到現階段的能量場呢，哈，來這邊是一個寶劍十，所以我才會跟你講哦，你看哦，你這個寶劍八在這邊走到這個寶劍十，中間還差一個寶劍九。寶劍九呢，沒有出現的意思就是說呢，你已經不想再被這些隱隱作痛的，不管是什麼問題哈，什麼樣的狀況哈，你想要有一個全新的世界。我剛剛有跟你講嘛，你要去創造一個全新的世界啊。那為什麼我會說你們有兩派金牛座？就是你看，你兩個都是錢幣，兩個都是地球。所以我才會說呢，這兩個金牛座的朋友們，你們是聯動的，你們是共同要這樣子一直去走到你們一起啊，不是說你們要在一起啊，就是說兩派不同金牛座，你們共同要一起找到你們個別的最終目標。OK， 所以來到未來這個能量場呢，我覺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哦，你抽到的是權杖一，抽到的是權杖四。OK， 權杖一跟權杖四加起來叫做權杖五。權杖五的意思說，從頭到尾哈，就算是整個把它掀開來哈，我再重來一遍，從零開始，或自己去建築自己想要的東西，我都不怕辛苦，我也不怕難。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你會拿着權杖一，你寧可經歷磨練，去建立你自己穩固的未來。
OK 好，因為呢，在這裡呢，你這邊有個權杖九，權杖九是兩隻權杖四對立，象徵的就是說，在這個跟你交手相關狀況、人事物、事件、夢想或目標，甚至是關係跟感情當中哈，你們兩個其實有非常強大的差異或對立面，或者是溝通不良，或者是角度很不同的一個狀態。還有一件事呢，我也要提醒這個金牛座的朋友們，你注意看到，你抽到權杖一、寶劍一、錢幣一跟聖杯一 ，OK， 這個對所有金牛座的朋友來講，不管你是哪一派，這個是全新的開始，而且是下定決心的動作 ，OK。所以你要去想哦，如果我今天解你的牌卡，可以把所有的1號牌都抽出來，就代表說你內心是非常非常渴望有一個新的開始的 ，OK。這個你沒有辦法騙人，也沒有辦法拒絕命運的安排。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絕對不能視而不見。OK， 因為這些所有的東西，你注意看到，全部都是伸出手來的。伸出手來的意思就是說，你敢跟宇宙要，宇宙就敢給你。但是當宇宙給你的時候，你敢不敢承接 ？OK 哈，好，那最後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宇宙跟天使有沒有額外的補充訊息。哦，對不起，我撞到了這個攝影機哈。有沒有最後的補充訊息要給這個金牛座的朋友們來做一點提醒，好吧 ？OK 哈，好，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哦，掉出來了，好 ，OK， 好，來，就是這一張 ，OK 好。這張牌卡呢，就是 Only Time Will Tell。OK， 好，他們說只有時間會告訴你。OK， 來我先跟新來的朋友們講一下，我剛剛前面就有說，我不會按照牌去解釋了哈。他們說這一張牌卡其實要告訴金牛座的朋友們，你在經歷了這麼多的東西，經歷這些過程當中，你之所以為什麼要做一個改變，是因為時間已經告訴你真實的答案。OK， 這個是你胸前放了一顆愛心，就如同我剛剛講的，很多人來到這裡，你們會希望被看到，會被欣賞，會被尊重，會讓對方能夠去感受到你的價值。後來你發現呢，把這些東西，如果與其給別人來做一個評斷，為什麼我不把它放在我的心中？因為在我心中，我本來就是有價值的，我本來就值得被別人比如說尊重的，或我本來就值得被欣賞的。那我為什麼要透過別人來驗證它，而不是在我心中我就已經心照不宣了嗎？OK 好，所以這張牌卡就是要告訴金牛座的朋友們，這一段時間、這一段時光，你已經透過外在的時間跟環境還有人數去學到很多課題了，所以是時候了，你應該把這些時間、精力還有這些愛回到你自己的身體裡也好、心裡也好，或者是靈性上面的學習也好，好吧 ？OK 好，好，那以上呢，這個就是要給金牛座這一次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其實我蠻喜歡你這個月的能量場哈，特別是這4張1都出來了，我覺得這個是象徵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門戶大開，要做一個改變的這個機會，然後也可以去創造你的未來，好吧？好，祝福你哦，金牛座的朋友們，非常感謝你來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會喜歡。那我們就下個月再見嘍，拜拜。